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新劇搭檔陳曉因2理由破局，改與王安宇接演《狂流》。娛樂圈的選劇與搭檔，從來都不只是合不合適這麼簡單。近日，關於譚松韻原本將與陳曉合作古裝新劇《種豆宮牆下》，最終卻選擇棄演，改接現實題材劇《狂流》的消息，引發了不小討論。表面看，這是一次臨陣換劇的普通行業操作，但若放在譚松韻近2年的作品成績、轉型焦慮、輿論環境以及合作對象的現實處境中來看，這次選擇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理性又謹慎的破局。譚松韻出道已近20年，一直以來以自然、細膩、生活化的表演著稱。無論是最好的我們錦衣之下，還是以家人之名，她的角色大多建立在親和力、真實感之上。正因如此，當她首次挑戰仙俠題材逍遙時，業內外都格外關注。然而，現實卻並不理想。前期宣傳方向模糊，觀眾誤以為是三生三世是老套仙俠，世界觀設定解釋不足，情感鋪墊不夠，開播即遭遇審美疲勞型抵觸，不少觀眾在前幾集就選擇棄劇，導致口碑早早塌陷。雖然從數據層面來看，逍遙累計播放量已突破9億，在仙俠劇中並不算失敗，但口碑未能發酵成為無法回避的事實。更尷尬的是，劇集討論焦點並沒有完全落在譚松韻身上，而是被客串出演的趙麗穎意外分流。趙麗穎的出現本是加分項，卻在輿論場中產生了反效果。一方面，戲份有限，角色線未充分展開，情緒表達空間受限；另一方面，觀眾期待值過高，最終卻沒看到爆點表演，於是批評迅速發酵，甚至出現木頭演技等極端評價。不少網友認為，不是演員的問題，是劇本和戲份根本不支持發揮。但在流量邏輯下，爭議並不會講道理，逍遙的整體口碑也因此進一步受損。事實上，逍遙並非個例，在此之前，譚松韻主演的《蜀錦人家》同樣未能達到市場預期，2部古裝劇接連失利，讓她站在了一個不得不重新審視戲路的節點上。業內普遍認為，譚松韻的優勢並不在厚重世界觀或玄幻設定，她更擅長現實主義情緒與人物細節。若持續深陷古裝賽道，容易被題材拖累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《種豆宮牆下》這部古裝劇的邀約顯得格外敏感。據悉，譚松韻原本確實有意接演《種豆宮牆下》，並與陳曉搭檔，但最終選擇放棄，原因主要集中在2點：短期內不想再演古裝，避免形象與賽道固化；連續的市場反饋已經給出信號，在尚未實現一次古裝翻身之前，繼續押注同類型作品，風險極高。不少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不是演員不行，是平台和市場已經不吃這套了。與陳曉合作，勢必捲入其私人輿論漩渦。陳曉近年來作品表現起伏不定，大生意人收視不佳，也讓其聲勢被前妻陳妍希壓制。更重要的是，2人離婚後的相關話題仍持續被消費。一旦合作成型，宣傳期、路透、營銷幾乎不可避免會被貼上離婚後首部合作話題男演員等標籤。對正處於轉型期的譚松韻來說，這顯然不是理想環境。相比之下，《狂流》的出現更像是一次精準補位。導演徐紀周親自執筆，狂飆姊妹作，自帶現實主義口碑基礎，劇集重人物、重情緒、重社會關係。更重要的是，徐紀周對譚松韻的演技高度認可，是主動力邀其加盟。
哪怕在狂流中並非絕對女主，譚松韻依然願意接演，這本身就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，她要的是角色價值，而不是番位安全。狂流男主角確定由小巷人家中的王安宇出演後，市場期待值進一步提升。兩人組合被網友評價為年齡層互補，氣質不衝突，不靠緋聞帶熱度。不少觀眾直言，終於不是老搭檔循環利用，有點新東西了。雙引號，在相關話題下，網友觀點整體偏正面，支持派。他很清楚自己適合什麼，不盲目賭，不被古裝綁架，是聰明演員。雙引號，謹慎派，希望狂流戲份不要太邊緣，現實題材同樣考驗劇本。雙引號，行業視角，願意為好導演降番位，本身就是職業判斷。雙引號，如果把譚松韻的選擇放在整個內娛大環境中來看，就會發現她並不是第一個在這個時間點踩剎車的女演員。近2年，多位原本以古裝成名的女演員幾乎同時放緩甚至暫停了古裝項目。有人從仙俠常客轉向現實職場劇，有人乾脆空檔沉澱，拒絕重複人設，也有人寧願配角也要換賽道。網友對此總結得非常直白，現在不是誰能演古裝的問題，是古裝還能不能救人。雙引號，平台縮減預算，審美疲勞，世界觀模板化，觀眾對古偶工業糖精的免疫力持續上升，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，使得古裝劇不再是穩賺不賠的安全區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譚松韻連續2部古裝未能實現口碑翻身，選擇暫時止損，從策略上看極其理性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外界熱議的與陳曉合作破局，並不等於否定陳曉本人的演技或實力。事實上，陳曉仍然是業內公認的實力派之一，但問題在於，他當前所處的輿論結構對合作女演員並不友好，私生活話題仍具持續性，市場成績需要時間修復，宣傳期輿論重心容易偏移。不少網友指出關鍵點，一旦合作，討論的就不是角色，而是他現在狀態怎麼樣。雙引號，對於急需作品為自己定調的譚松韻而言，這種不可控的外部變量顯然是他最想避開的部分。這不是情緒判斷，而是職業風險管理。相比之下，狂流真正吸引譚松韻的並不只是題材本身，而是導演徐紀周的個人信用。徐紀周是誰？狂飆的成功已經為他在現實主義賽道打下了極強的話語權。更重要的是，狂流並非簡單複製狂飆，而是延展同一世界觀下的另一條社會脈絡。角色更注重人性與灰度。業內人士評價，這是那種演員一旦演好了，會被重新定位的劇。雙引號，譚松韻願意在番位上做出讓步，本質上是在用資源換長期價值。王安宇的加入也被視為狂流的一大加分項。他近年的角色選擇有幾個明顯特點：不急於衝頂流，作品類型跨度大，更偏重角色成長線。這與譚松韻當下的狀態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契合。網友評價這對組合時頻繁出現的關鍵詞是舒服、不油、沒有強行刻點。在當下觀眾愈發警惕工業化 CP 營銷的情況下，這種低刺激、高信任度的組合反而更容易贏得好感。隨着更多細節曝光，輿論風向逐漸穩定。熱評觀點整理：支持轉型派，他終於不演自己不擅長的東西了，清醒比野心重要。雙引號，行業理解派，現在敢劇戲的女演員不多，不是沒戲拍，是會挑戲。雙引號，理性觀望派，希望狂流不要重蹈高開低走，關鍵還是劇本。
雙引號。整體來看，負面聲音明顯少於以往，這在娛樂圈並不常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譚松韻這些年被反覆討論的少女感，反而正在成為一種被誤解的標籤。事實上，她最強的能力在於情緒遞進自然，生活化表達精準，能讓觀眾產生代入。而這些優勢在現實題材中遠比仙俠世界更容易被放大。一位網友的評價被頻繁轉發，她不是靠看起來年輕，而是演得真實。雙引號。綜合目前的信息與行業判斷，譚松韻接下來的路線大概率會呈現以下趨勢：減少高頻曝光，優先現實、年代、社會題材，更看重導演與班底。這條路也許不夠炸，但勝在抗風險能力極強。結語：不是逃離古裝，而是主動選擇未來。譚松韻棄演種豆宮牆下，並非臨陣退縮，而是一次清醒判斷。在輿論複雜、市場收緊的當下，選擇適合自己的題材，遠比抓住所有機會更重要。狂流是否能成為他的下一次轉折點，還有待時間驗證。但至少這一次，他沒有被流量推着走，而是主動掌握了方向盤。而這，或許正是一個成熟演員最難得的能力。